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开会时明明有想法，却不知道怎么说。和朋友聊天，本来只是想关心一句，结果对方却误会你在批评他。还是越努力解释，越让气氛变尴尬。其实问题不在于你不会讲话，而是你还不会回话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，让上司挺你，让朋友懂你，跟谁都能聊不停的回话技术，教的不是油嘴滑舌，也不是讨好别人，而是让人愿意听你说完，更愿意跟你继续聊下去的沟通智慧。第一章，说话的目的不是赢，是连结。很多人以为会说话就等于沟通力强，但作者说，真正厉害的人不是说得多，而是让对方想听你说。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些人缘很好的人？他们其实没有说太多话，但每一句都能打中对方的情绪。他们懂得用语气、用词，甚至用沉默，让对方觉得这个人懂我。举个例子，当上司批评你说这报告太乱了，你第一反应可能是可是我昨晚忙到2点才弄完啊。但这样的回话就把自己推进对立的状态。书里教我们换个说法，比如原来您希望我重点更清楚，我懂了。这句话不只是化解冲突，还能让上司觉得这员工听得进去。沟通的目标不是证明谁对，而是建立信任。第二章，聪明的人回话都很有节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讲话很容易让人放松？他们不是口才特别好，而是懂节奏。书里提到，好的回话就像跳舞，有来有往。对方说话，你不抢也不冷场，而是顺势接球。比方说，朋友抱怨最近工作好烦哦，很多人第一句就会说我也是耶，我主管更糟，结果变成比惨大赛。而高手的回话方式是，听起来你真的压力不小哦，最近是特别忙吗？这句话看似普通，却让对方觉得被理解。因为人最想听到的不是建议，而是有人懂我。第三章，让人想跟你说话的秘密是情绪共鸣。人们永远不会记得你说过什么，但他们会记得跟你说话时的感觉。书里提到一个概念叫情绪共鸣，就是你要先接到对方的情绪，再回应内容。朋友说我好累哦，你别急着说早叫你不要加班那么多嘛。这是理智回应，但没有温度。试着换成你这几天真的太拼了，辛苦你了。一样的状况，但后者会让人瞬间放下防备。这就是共鸣的力量。书里强调，温度胜过速度。当你愿意先理解，再表达，你的话就有力量。第4章，回话高手的3个黄金技巧。作者也整理出3个立即可用的技巧，让我们变成回话高手。第一个，用我懂开场，而不是但是。当对方抱怨时，不要立刻反驳，先用一句我懂你的意思，再加上观点，比如我懂你想效率快一点，不过如果我们先整理一下流程，也许会更顺。这样既表达立场，又不让人觉得你在唱反调。第二个，用提问代替评
评论。当你想表达不同意时，先问让你这样想的原因是什么呢？问题能引导思考，而评论只会引发争执。第3个，善用肯定句收尾，像你真的很努力了，这件事不容易，但你撑过来了。这些话会给对方心理上的力量，也让你成为让人愿意靠近的人。第5章，让关系升温的赞美技术。有些人一赞美就让人觉得假，但有些人说一句你好像更开朗了，就能让气氛变好。差别在哪？在于你赞美的角度。书里提到3种赞美方式：一、赞美努力，而不是结果。你最近真的很用心在准备。B、你好厉害哦，更有力量。2、赞美细节，而不是笼统。这个配色很有你的风格，会比你好会打扮哦更贴心。3、赞美真实，而不是过头。这件事你一定花了很多心思吧？这句让人感受到被理解。真正的赞美是让对方感觉被看见。这种回话不只是说话技巧，更是一种善意。第6章，如何打造让人愿意说话的环境。有时候问题不是你不会讲，而是环境让人不想讲。作者提醒我们，如果你想让人愿意对你敞开心房，要先创造一个安全感的空间。那要怎么做？书里给了2个方法。第一，少纠正，多倾听。当对方说错，你不用立刻纠正，先让他把话说完，再用柔软的语气补充。我之前也以为是这样，后来才知道原来如何。第二，用眼神和肢体回应。一个点头，一个微笑，都胜过100句你给的反应会让对方更想继续说下去。最后，最厉害的回话是让人感觉被理解。整本书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，话语不是用来展示自己，而是用来让对方觉得被理解。你不用说得多漂亮，只要能让对方觉得你在听，你在乎，那就是最有力量的沟通。所以下次当你想让上司挺你，朋友懂你，客户信任你，记得真正让人想听你的话的不是技巧，而是你回话背后那份真诚与温度。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让人想说话的人。